choose their own path, can shape what comes next. As NIO's new flagship SUV, the ES9 is the epitome of 11 years of innovation. It elevates the design language to a new level with a commanding presence and a serene confidence, a tribute to those who lead this era. True confidence is earned over time, through experience, through clarity. It is calm, and from within that calmness comes strength. The proportion defines its character. Long wheelbase, all stance. Pure lines,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form a silhouette that is composed and assured. A sense of quiet grandeur. Surfaces are precise and fluid, uninterrupted, nothing excessive, always in control. Upward, the posture of a leader. Every detail rises with intention. From headlights to integrated sensors to the L-shaped body elements. A sense of lift. And from this height comes clarity. Inside, the same presence unfolds. Open, reaching upward, extending outward. A space like the vastness of sky and earth. Or the expansive vision of those that lead. Wisdom brings composure and the ability to take command. The ES9, a space to think beyond the noise and decide with clarity. With a glance, a gesture, everything is within your control. Calm, ordered, refined. Behind every detail are the finest materials, precise craftsmanship,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What appears as composed at first glance reveals its depth the closer you look. The pursuit of excellence shaped into a luxury experience. Time always moves forward. With vision, lead. With resolve, rise beyond the current. The ES9, designed for leadership, designed for a new era.
现场的朋友们、线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李斌，欢迎来到科技行政旗舰 SUV 蔚来 ES9 上市发布会，欢迎你们。4月9日，我们在杭州举办了 ES9 产品技术发布会。ES9 亮相后，受到了广泛的关注。5月11日，全国试驾已经开启 ，ES9 引领时代、超越期待的产品体验，得到了大家非常高的评价。谢谢大家对 ES9 的关注与支持，谢谢你们。ES9 是行政旗舰 SUV 的全新标杆，是蔚来成立11年以来，在全站研发、创新供应链、先进制造、全生命周期质量、智慧能源、全场景用车服务等6大方面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ES9 是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全新品类的开创者，为引领而生，为新的时代而来。ES9 为引领而生，是蔚来12技术全站正向研发体系的结晶之作，拥有40多项行业首创技术，设定了智能电动汽车时代行政旗舰 SUV 技术和体验的全新标杆。ES9 为纯电技术新的时代而来。当前，汽车行业正在发生深刻的技术与体验变革，纯电汽车的渗透率正在迅速爬升。从去年9月开始，纯电大3排 SUV 的销量已经连续8个月超越增程燃油插混车型，大3排 SUV 的纯电时代已经到来。ES9 将推动行政旗舰大3排 SUV 市场进入到纯电时代。ES9 为高端市场新的时代而来，智能化与电动化给中国汽车品牌突破高端市场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全新 ES8 从去年12月开始，已经连续5个月蝉联部分能源形式的大型 SUV 销量冠军。更重要的是，也连续5个月成为部分能源形式的40万以上乘用车的销量冠军。蔚来公司，谢谢 ES8 用户的支持。蔚来公司今年1到4月份也成为上海等汽车消费风向标城市的销量冠军。高端市场正处在中国品牌迅速崛起、纯电产品份额持续攀升的全新时代。我相信 ES9 将深刻改变行政旗舰汽车的市场格局。去年8月21号，全新 ES8 的产品技术发布会上，我讲到了2025年是用户从纯电技术带来的体验收益大于因为家电不变带来的体验损失的拐点。进入2026年，纯电产品的技术与体验优势进一步扩大，而家电不变的体验损失进一步缩小。这个趋势是包括蔚来在内的行业同仁在纯电技术创新和充换电基础设施方面持续投入的结果。蔚来成立11年以来，围绕着智能电动汽车的核心技术，累计投入超过688亿元。成立11年来，蔚来在充换电领域的累计投入超过200亿元。截至目前，蔚来在全国总共建设超过8900座的充换电站，为 ES9 这样一款中国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的无忧出行提供了保障。今年呢，我们还新增部署超过1000座换电站，第5代换电站从3季度开始就会大批量部署。
5月6号，我们开启了 ES9 万里越雄关1万公里最短用时挑战。ES9 从四川乐山出发，换人换电不换车，途经17个省级行政区，最终于5月10号到达甘肃敦煌，全程仅用时94小时19分11秒，创造了纯电车型1万公里最短用时的新纪录，同时也为我们 ES9 进行了上市前的极限测试。让我们一起来回顾这段挑战之旅。车辆状态、天气各方面都非常顺利。接下来马上就要出自半程了，继续保持。下面就交给你了。ES9 万里越雄关1万公里最短用时挑战，冲线成功！此次1万公里的挑战之旅，证明了，即便对于 ES9 这样一款超大体量的纯电行政旗舰 SUV 来说，长途出行同样高效便捷，说走就走。ES9 已经准备好与大家一起纵览天地。天地纵览科技行政旗舰 SUV 蔚来 ES9， 行政旗舰 SUV 的全新标杆，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全新品类的开创者，为引领而生，
为新的时代而来。在4月9号的产品技术发布会上，我已经详细介绍了 ES9 的产品亮点与技术创新。今天呢，再花点时间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同时，我们今天也邀请了5位产品体验官，请他们与大家分享一下 ES9 的实际体验。跟大家播报一下啊，现在预定还可享受支付5000元预定金，抵扣1万元购车款的预定权益。今晚9点半预定截止，正式开启锁单。设计旗舰，原创引领之作。ES9 以原创的高端设计，为新的时代引领者打造了一辆完美匹配他们精神与气质的行政旗舰。车长5365，车宽2029，车高1.87米，轴距3.25米。ES9 是中国市场体量最大的纯电 SUV， 气宇轩昂，气势磅礴。高达1米的 Sharknose 鲨鱼鼻车头设计，配合蔚来原创的 X 把和超长的 U 型镀铬饰条，传示出引领者向上进取的态度。超高肩线与 L 型的镀铬饰条一起，平直有力地勾勒出自信而从容的车身姿态。全新智行光帆融合了侧向激光雷达和辅助驾驶指示灯，乘风而行，一帆风顺。50平米行业最大投影面积迎宾光幔， 3.5平米行业最大后视镜迎宾光毯，仪式感拉满。ES9 的座舱与内饰设计彰显出天地入怀、气象万千的格局。ES9 将中国文化与美学的精髓融入到座舱的设计与体验之中。20万帧细密针脚勾勒出众山尽览主题刺绣。在地平线特别版上汲取中国山水画的美学灵感，以传世千年的非遗工艺苏绣，呈现出壮美的河山锦绣图。风生水起，门板音响罩盖纹理，传示出依山傍水的自然人文理念。ES9 以顶级材质和匠心工艺雕琢每一处细节，全车使用全立面无葛柔纳帕真皮包覆，搭配风影真木和断光饰条，精致触手可及。以双 5K Mini LED 屏幕打造的 Skyline 数字天际线，与全车3块业界顶级的双层 OLED 屏幕，共同营造出细腻、灵动、高级的数字氛围感。6层动态氛围灯搭配创新的水光潋滟音响氛围灯，营造出了天光云影般的沉浸氛围。全车高清屏幕与动态氛围灯融合联动，打造出充满科技美学氛围的意境空间。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这样的意境。
设计旗舰原创引领之作，气宇轩昂、自信从容的体量姿态，天地入怀、气象万千的座舱设计 ，ES9 为引领而生，为新的时代而来。空间旗舰自由开阔之作 ，ES9 为用户营造了极致的自由与开阔，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空间体验。ES9 提供2种空间布局，可以选择拥有极致行政体验的6座中岛布局，也可以选择能够更便捷进出第3排的6座通道布局。ES9 座舱的纵向的乘坐空间超过了2.8米，同级第一。第2排最大腿部空间达到1.52米，远超同级。1排肩部空间超过1.56米，同级第一。2排肩部空间超过1.5米，同级第一。每一排的头部空间都超过了1米，同级第一。2排行政空间拥有高达1.37米的挑高，同级第一，甚至超越了主流 MPV 车型。谢谢，就是希望让大家忘记 MPV。在坐满6个人的情况下 ，ES9 前后备箱加起来的装载空间达到了惊人的816升，超越了所有主流的 MPV。6人13箱，坐满6个人装13个箱子，没有压力。谢谢。ES9 216升的超大感应式电动前备舱，可容纳2个20寸的行李箱，长达1.37米的贯穿式的置物台，结合锚点可以捆绑三脚架、长柄伞等装备。后备箱拥有600升超大容积和606毫米超大进深，能并排竖放4个高尔夫球包。ES9 全系标配智能感应电动门，可以在10毫秒内切换电动助力，手动开关也轻松自如。ES9 的2排开口宽度最大达到1.12米，门楣的离地的高度超过1.71米，大部分乘客上车不用低头弯腰。18厘米超宽电动迎宾踏板，离地高度仅19厘米，比绝大多数 MPV 的第一步落脚高度要低不少。我们对比了4款40到100万级的主流 MPV， 其中8项主要空间与进出便利性数据 ，ES9 有7项位居第一，有1项是第二。ES9 的空间体验超越了 MPV 的水平。空间旗舰自由开阔之作 ，ES9 提供6座中岛和6座通道2种座椅布局，拥有同级第一的纵向、横向、垂向乘坐空间，6人13箱无压力，座座都是 MVP。MPV 请忘记。谢谢，现在顺口溜有点多啊。前段时间在河西走廊，我与 ES9 的产品体验官、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的教授、大观学者施胆教授一起体验了 ES9。今天施胆老师也来到了现场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感受。施胆兄，这个 ES9 啊，每次看它都还是心里面都还是挺开心的。刚才从远处走过来看这个车，在沙漠的背景里面，那种气势让人目不旁骛。所以我们这个车呢，希望让用户一看到就希望能够上马去
征服天地的这种感觉。那么我先让我体验一下吧，体验啊，体验一下。哇，爽！你这么大的车在这种地形上，这个真的是出乎意料。自然中第一次坐你开的车，这么野，可以啊，车的感受，驾驶感受可以，驾驶感受可以啊，能够这种野能够撑得住，而且在这种沙地里，哇，爽，哇，漂移了。哎，从那儿看，远远的地平线上的那个光热电阵，就是在这种大漠啊、古迹啊、历史啊地方，你突然看到这么一个属于未来感的一个。对，左边是厚重的历史，对，右边是代表着最新科技的这种新能源。你作为这个文明史研究的学者，就喜欢这种张力越强，那你就越带感啊，对，越带感。我这次试一试行政旗舰 SUV ES9的2排的乘坐体验。好，我们现在就体验一下这个全地形模式。现在就是现在这就是碎石模式啊。这哪是碎石啊，这就碎石坑啊！这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啊！对。啊，陷住了。我们先车了吗？我们要下去吗？不用下去啊，不用下去啊啊！正好也可以体验一下这个。体验一下弹跳脱困，它可以选路面是松软的路面弹跳，还是硬质路面弹跳。这个我们全主动悬架的这个跳起来，哎，一点一点跳，一点一点跳，一点一点跳，这感觉就像蛙跳一样的感觉啊！每个轮子都能独立的动。啊，那脱困这个，那好办多了。哦，然后这么就脱困了啊！脱困。在河滩里转的这么一圈可以啊。这个体验非常丰富，这个我特别喜欢，宽副式模式。啊，这感觉你看，拓宽银幕，千里江山图，对。中国的河山它还有两种不一样的气质，就像到江南那种比较温婉啊，对呀，灵气啊，然后比较精致啊那样的一种河山的感觉。等你到了西北，到了大漠，或者到了这个草原上，对，此时的河山就是一种极度的辽阔感，对，然后雄壮。我觉得中国实际上它内在的气质恰好是应该这两种相结合。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氛围，把这个科技和中国的这种人文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就是在这里让科技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把人文给烘托出来。是的。你看我们刚才聊得这么高兴，没感觉的是在搓板路啊？刚搓板路吗？这搓板路，很大的搓板路，这天行底盘厉害。我们已经到阳关了。咱们开着 ES9来到阳关这个地方，有个特殊的意味。通过这个地方通达一个更大的世界，让整个世界性你向它敞开，同时世界性也向你涌来。河西走廊是一个文明的诺亚洲，而这个诺亚洲里面就有人在这里坚持一定要为未来储备下文明的种子。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也是有启发的，从中国文化的这种精神里面去吸取这样的营养，去给当代的最先进的科技产品能够去增加这个厚度，能够让那些真正感想有为的、有共鸣的人能够选择我们。未来已经把换电站一路全都连通过去了，到今年9月份就要连到霍尔果斯，丝绸之路打通了，是吧？希望有一天能够更往前延伸，往中亚一直连接到欧洲。我们就要驾着 ES9去到一个更大的世界，更广阔的世界。从阳光开始，天地纵览，从阳光开始，一起家电。谢谢施展教授的分享啊！他从更高的思想角度对 ES9 设计理念的阐释，也是让我们备受鼓舞。ES9
舒享其见，专属尊崇之作。采用蔚来自研高端座椅平台打造的飞航行政座椅，有17层舒适结构，拥有高出行业水平 50% 的超厚复合层和高出同级水平 20% 的超厚发泡层。第二排配备了2把飞航零重力行政座椅，拥有同级最长的一体式无缝腿托，展开后椅面最长可达2.3米。通道布局车型的2把飞航零重力行政座椅都配备了电动扶手，双侧都支持一键横滑，最高42点深度按摩，同级最多，行业首创的20点机械式足底按摩，拥有18毫米的顶起高度。ES9 搭载了全球首创的阵列式 LC 智能隐私调光车窗，遮光率高达 99.8%， 行业最高，在隐私和通透之间切换，最快仅需 0.017 秒。首创分区独立调光阵列，可以选转联和对开2种调光模式。门板扶手上的调光滚轮能轻松精准调节光照位置和范围。支持阵列调光的 LC 隐私车窗是隐私车窗的技术天花板。第二排两侧的门板扶手都有专属的一键隐私按键，能快速营造私密空间。通过专属行政屏中的全景环视，可以实时了解车外全方位的情况。极致的隐私保护，精妙的原生设计，让 ES9 成为了专属的私密衣帽间。第三排顶棚配备了隐藏式的双挂钩，可以妥善悬挂西装、衬衫、长裙等易皱衣物。专属而开放的空间布局，舒适的环境营造，让 ES9 成为了中层得体的会客厅。配备同级领先的智能5区独立空调系统，原创双轴异步云散自然风，可以从各个角度送出柔和的气流。同级唯一的第二排柔风电动出风口，支持座椅位置随动智能风向调节。8.8升超大容量智能冰箱，拥有0下2度到0上55度的超宽温域，具有6种智能模式。原生设计的专属磁吸茶台，安装便捷，还可以放到边上的这个门板里面的那个储物箱啊。配备全车对话增强功能，当识别到车内的交谈声时，媒体音量会自动降低。第三排配备了专属的对讲按键，1排和3排的乘客啊，可以实现轻松通话。对这么大的车，这个功能还是很有用的。当旅途中有办公需求时， ES9 是从容高效的行政书房。原创的智能行政中岛集成了11项便捷功能，双展翼行政桌案，支持无级横滑，还可以非常方便的就拓展成为长达1米的行政桌案，超级好用。8英寸双层 AMOLED 中央控制屏，支持无级超静音角度调节。通道布局的车型同样配备了8英寸双层 AMOLED 后排控制屏。ES9 配备了2块16英寸 Neuralink 专属行政屏，是行业最大也是显示效果最好的行政屏。屏幕角度与座椅的位置是可以随动调节，也就是说可以一直保持平视的最佳的观看角度。行业首创原生的专属车载视频会议系统，
内置800万高清摄像头，支持智能人脸补光，定制优化清晰度与曝光的效果。舒享旗舰专属增重之作 ES9 飞航零重力行政座椅，全球首发阵列式 LC 隐私调光车窗，智能行政中岛，行业最大的专属的行政屏，带来无与伦比的行政体验。接下来是第二段 ES9 产品体验观的体验视频。宁德时代的董事长兼 CEO 曾毓群先生啊，可以说他对行政旗舰座驾的体验是非常有发言权的。我们来看一下 ES9 给 Robin 带来的驾乘乐趣。今天呢，就把这个叫做能让你忘掉 MPV 的 ES9 就带过来了。这个气场非常大，特别豪华的感觉。估计酒店的门口都可以，哎呦，一开起来这个大人物来了。因为我以前见过的比较多嘛，对，国外的车、国内的车，还有最贵的车、最贵的车、最便宜的车。未来的基因是完全在里头的，这个整个创新的设计，一看就是未来的，就是有特点。这次也请你做我们 CEO 啊，ES9 就 Chief Experience Officer，Experience 不是 Entertainment Officer， 对，现在改了，那是我的职责。那就请 CEO 上来体验一下。高度特别舒服。这个里边的镜框是1.37米，对，比大部分的这个都要高啊。看看这个神奇的阵列式的 LC 的隐私玻璃啊。这个很好，这很好啊，非常好，像宽幅的电影一样。这个小孩也会觉得好玩啊，好玩，这很好玩。现在我们凑统计了一下啊，宁德的员工，一共买了大概2000多辆未来的车，就是宁德时代的员工。对，宁德时代的员工，那对你们真是热爱的，热爱。还有一个说，因为你们是知道所有的车的嘛，说明大家对我们的车也很放心。然后现在我们就是开这个车去换电站自动换电，他就知道你要去换电了，很丝滑，很丝滑，对。啊，一到站就基本上站来控这个车了。对，就换电有它非常好的这个优势。对，你不管是刮风下雨，这不就是坐在这里？对，都不需要下雨。看一会儿手机，看会手机，2-3分钟。对，有储能。那这个我们换电站就天生是个储能，淋雨波峰波谷的非常好。对，最后其实这个换电站，这个电池回收非常容易。是，这是我也特别看重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社会效应。那你看这个体验还可以吧？挺好。就是自动的辅助驾驶过来换完走了，钱也付了，钱也付完了。今天我们还比较休闲，再开手一点，很舒服，这个手可以的啊。这设计还是花了很多心思。其实这个车上啊，很多体验很有意思。我跟你搞一个这个开会啊。好，快点。Hello， 我跟那个宁德时代的曾总在一起啊。你跟曾总介绍一下ES9。哎，你好。我有一排了，马上就过来了。那马上就过来了，我们俩可以同时看。哎，这挺好用啊，开会很方便。你看这小桌板，没错，小桌板给我演示。对，是吧？对，这个很好。你在看手机，这个一拖不是挺好？哎，这是新发现的一个。不是我这个，你这体验官，你 CEO 可以。不是懒人嘛？其实因为 ES9是一个叫行政旗舰啊，对，大家买的时候，你还是买它的很多背后代表的这种底色，和这种精神啊。有一个是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自信精神，中国文化的自信的精神。对，这条路是你最熟悉的，不知道走多少遍。对，很多遍，海拔上不少，400多米，500米，400米啊。所以这个坡度应该是还是挺陡的，但很多人会坐的车说是会晕车，我要现在好好试试看，试一试晕不晕车啊？所以呢，这里雾很大。对，开这个车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所以我就该一直问你那个辅助驾驶能搞的地方，我们那个很舒服了。4D 毫米波雷达，这个都是能穿越雾天的。可以，这挺好。那我来开看，我开很快的，我这个山路就是很多拐弯的，这个能拐弯上去就很好，拐弯非常小。对，因为它这个到时候对面来车啊啥的，对吧？它这个很灵活。对，路上开车是一种享受。没错。这个车这个感觉非常好，这个很灵活。大象跳舞。对，非常丝滑，而且头不晕。哎，这个我觉得特别舒服。上次咱们在北京车展不约着在福建来喝茶吗？没错。这次就是专门来
讨你的茶来了。哎呦，好，真的非常好啊，真的可以。烧热水可以泡茶。还是可以的，不错。这是你第一次在车里面煮茶喝吧？没错，我这个体验非常好。这体验可以啊，这里可以泡茶喝，自己可以泡茶喝，再喝聊天。哎呀，这边这风景是真好，你看那边前面那边是海，对，这边是山，没错，还有瀑布，没错，还有椰子酒，确实有这个天地纵览的感觉，对，有感觉。北京车展其实给很多感慨的，这10年您的时代的发展确实是主视瞩目啊。你们现在占差不多40多的份额，39点几吧，主要是海外现在涨得比较厉害，现在欧洲涨了45%。我觉得10年前你会想得到有这么高的份额，那时候有这种感受吗？人最主要的机遇还是电动化，电动化之后，智能化自然也来。往前看路还挺长吧？是，我们一起加电。好的。谢谢若饼的分享，他体验过的车很多，可以看得出来 ，ES9 是给他带来了超越期待的驾乘体验。ES9 声学旗舰，匠心沉浸之作，以突破创新的座舱声学技术，打造出前所未有的身临其境。搭载9霄天晴 9.2.4.8 沉浸声系统，整个座舱是围绕着声学系统原声设计的，带来行业首创的9248原声声学布局。全车配备了47个扬声器，行业最多，3020瓦额定功率，行业最高。这里面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未来一直都是以可持续输出的额定功率作为标准，即便按照更严苛的人耳几乎无法感知的1%失真标准，9霄天晴音响仍然能够输出2300瓦的高保真额定功率。行业首创双低音阵列，相较当前行业顶级音响，顺态的响应提升了1倍。通过 Direct 领先的 Super Speaker 超扬声器技术，4组双低音阵列和2个超低音扬声器组成了10单元天晴雷霆低音系统，微秒级的协同，彻底解决了传统低音浑浊发散、僵硬轰头的不佳体验。在 ES9 上，我们在行业内首次以100%钻石振膜打造出了顶级的天晴钻石高音单元。常规的振膜材质在频率达到16千赫兹的时候就会发生形变，造成失真和频率响应不足。而钻石振膜的高音频率响应可以达到56千赫兹，为声音带来极致通透的空气感。ES9 还搭载了行业首发的 HiRes 全链路高解析音频系统，实现了96千赫兹、24比特的高解析信号全程无损回放，真正做到了母带级的还原。顶级的硬件和软件协同，带来了极致的环绕听感。1、2排每个头枕都内置了2组4个扬声器，采用2分频设计，搭载了顶级的高音单元，达到和门板主扬声器同等的高保真水平。搭载全球独家首发的 Direct 超净环绕技术，能将任何双声道立体声转化为高保真 9.2.4.8 沉浸声。未来与 Direct 合作研发的超净临场技术，以融合真实物理环境采集的声波反射与车内空间的位置数据，复刻出顶级的声学场所的听感体验。9霄天晴9248沉浸声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配合全舱3块获得杜比世界认证的顶级屏幕，以及全球首发的杜比
动态视频增强功能，让 ES9 成为了全球首个3杜比沉浸座舱影院。旗舰声学体验离不开极致静谧的座舱空间。ES9 拥有行业顶尖的 NVH 静谧表现，无论是在粗糙路面还是在平滑的沥青路面行驶， ES9 的车内静谧性表现都同级领先。得益于行业领先的噪声控制与创新消噪技术， ES9 从源头开始就大幅的消减噪声。全车采用顶级 SPVB 超静音玻璃和隔音材料，空腔填充高克重的吸音棉和发派材料，实现了噪声全频段的吸收与阻隔。ES9 拥有行业顶级的整车精密性表现，前舱、侧门和尾部360度无死角密封，阻隔风噪，标配 ARNC 高阶主动降噪系统，28个高精度的传感器精准捕捉各点位的噪声，头枕音响与中低音阵列发射反向的声波，最高降噪12分贝。声学旗舰匠心沉浸之作 ES9 搭载9霄天琴928沉浸声系统，拥有行业顶尖 NVH 静谧性表现，为行政旗舰树立了声学体验的全新标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位产品体验官华西格机的董事长赵燕女士的体验视频。华西是领先的生物科技企业，但他们旗下的华西 Life 是国内领先的城市活力互动体验空间。燕姐本人也是一位音乐发烧友，我们来听一听她的体验感受。燕姐，好久不见，你这个办公室太艺术氛围了。这都是我自己拍的。这我们还有牛屋嘛？这是啊，这是北京啊，这是北京那个中心。我们跟这个华西很有缘分。我们第一次在中国主办发布会，从这个五棵松体育馆开始，还是真的挺有缘的。华西真的不光是这个文化中心啊，还有这个生物技术中心，还是新能源也有很多缘分。我觉得中国能把这几件事融合到一起的，估计也只有你了。那现在让我们上车体验一下吧。请上车吧。你选了一个黑色的车身色。对，我喜欢比较纯粹的，就得要配那个红色。就很漂亮，比较稳重，但是呢还比较有科技感。Hi Lomi， 今天下午的行程安排 ？OK， 下午安排了前往雁栖湖的行程，共赴晚一小区叙旧。可以啊，好。燕姐，我看你今天专门穿了一身中式的这个衣服。我觉得作为中国人来说吧，因为中国文化它实际上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魂。然后呢，要用现代的语言去表达。我这个特别同意。在我们做 ES9 的时候，我们就是说一定要从中国文化里面去获得一些这个精神的力量。比如说我们这个纵向的这种天窗。这个呢，就像我们建房子，你有一个梁支撑，它能撑得住的。这很微妙。对。我坐了那么多车里面，这款的话体感是最好的，它一点都不颠，真的很平稳。这个车我们叫天行底盘，它这个滤震特别好。对，而且我觉得你这车啊，腰这个地方，它是一下把腰撑起来了，撑起来，你觉得很舒服，它就和你的背比较贴切。燕姐，听说你经常听明星演唱会？北京4场，我听了3场。真的？那我们今天就让我们 ES9 帮你还原一下现场了啊！好，我听听。好。这个音质呢，它还原度很高，你的每一个位置都是最佳听音位，没有任何杂音。对于噪音的隔绝就很好。做企业的人特别累了的时候，你放了一点自己喜欢的音乐，你就能够自己得到疗愈，心情就很好。它是一种放松。音响的感受配上氛围灯 ，ES9 能够让我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去思考，提供了很好的情绪价值。
谢谢燕姐作为我们 ES9 的体验官。谢谢，感谢燕姐的分享。她体验 ES9 的视角确实非常细腻，特别是她说，做企业的人累了的时候，在车里放一点自己喜欢的音乐，能够得到放松啊，这一点我也很有共鸣。ES9 智能旗舰，引领时代之作，搭载行业旗舰智能系统 CEDA 雪松，具备前瞻的数字架构、AI 原生操作系统、顶尖算力与模型，有心有魂，领先一代。ES9 搭载蔚来自研行业首颗车规级5纳米旗舰自驾芯片神机 NX9031，是行业推理性能第一、内存带宽第一、图像等多模感知信息处理最强的自驾芯片，没有之一。同时，从去年3月底上车至今，累计出货量超过25万颗，它也是交付量最多、最成熟的全新一代高性能自驾芯片。ES9 具备领先一代的数字架构，超强的车端的推理性能。现在内存很贵啊 ，ES9 有176GB 的最大的内存容量啊，1000兆以太黄网，行业首个面向 AI 的 SkyOS 天书整车全域操作系统，全域调用，通信与执行效率更高，能带来超低时延、更主动、更丰富的全场景智能体验。下面举几个实用的案例。ES9 标配空间融合 AR HUD， 实时防抖的算法的时延是低于 0.02 秒，这样就能够让导航指引紧贴路面。这也是行业首个双焦面 AR HUD， 画面尺寸最大、峰值亮度最高的一个 AR HUD。原创全车开门影像，调用超广角摄像头，前后屏瞬时显示车外的环境，避免开门杀。氛围灯根据画面的颜色，毫秒级实时变化，营造沉浸氛围。ES9 融合了超百项的原子能力，量产了行业首个全感官5D 座舱。ES9 原创的前备舱手势开启功能，只需要在车前扬手，就能优雅开启前备舱，能实时感知前后排座椅距离，在座椅靠背与后方成员接触之前，主动停止。原创定向降温功能，摄像头实时捕捉日晒区域，针对性局部降温。原创大模型的守卫模式，能够识别行业最多的风险场景。刚才讲的这些功能，都是得益于我们领先的 CEDA 智能系统，整个的这个领先一代的架构。Nomi 采用最新一代车载语音大模型，识别准确率提升 20%， 嘈杂的环境也能稳定的识别。Nomi 采用原生智能体架构，情感智能全面进化，懂你所需，主动服务。ES9 数字安全体系覆盖全链路，为用户提供旗舰级的安全保障。智能旗舰，引领时代之作。ES9 拥有前瞻的数字架构，行业顶尖的芯片神机 NX9031， 面向 AI 的整车全域操作系统 SkyOS 天书，有心有魂，领先一代。再插播一下广告啊，9点半锁单之前下定，今晚9点半锁单之前下定，支付5000元预定金，还可以抵扣1万的购车款，预购从速。谢谢。ES9 自驾旗舰，安心高效之作。
具备全向全天候的感知能力，强大的端侧算力及推理性能，应用最前沿的模型算法和数据闭环体系，智能驾驶的体验能够快速的进化。ES9 搭载 CEDA Aquila 天鹰座超感系统，包含31个高性能感知硬件，全向感知最大范围超过40万平米。前向的超远距的激光雷达搭载了蔚来自研的阳茧主控芯片，最远探测距离高达500米。双侧广角的激光雷达超高分辨率，是行业内综合性能最好的侧向激光雷达。前向、双侧3激光雷达构建了350度的激光的环向的感知体系，不管是低矮的物体、动态的物体，还是极暗的环境，都能够精细完整。标配高性能4D 成像雷达，各项指标均是行业第一，恶劣天气下仍能有效感知。全车搭载全向7颗800万像素摄像头，4颗高感光环视摄像头，配合神机的顶级多模态信号处理系统，大幅提升视觉的感知效果，远超行业水平。我们前面也跟大家 demo 过很多次啊，再可以看2个例子。夜间暗光下的对比，亮度、明暗处理都远超行业旗舰的芯片。出隧道的强光照射，这个是大家经常遇到的啊。我们可以看到放大4倍看一下，这个差异是非常的明显。没有好的感知，特别是没有好的图像的感知，就没有安全的智能辅助驾驶。ES9 搭载行业领先的未来世界模型 NWM 技术架构。2024年，我们首次在行业提出世界模型的技术方向。我们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还是有很多的怀疑，因为这个地基搭得比较深。去年呢，我们又率先引入闭环强化学习的训练范式，世界模型加闭环强化学习的技术架构正在成为行业的共识，成为自驾技术研发的新方向。解放精力，减少事故 ，ES9 将实现更安全、更轻松的全场景智能辅助驾驶体验。在年初，我们推送新版本以后的1个季度里，城区领航辅助的行驶里程环比提升 92%， 使用时长占比环比提升 116%。ES9 将搭载未来世界模型的全新版本进行交付。新版本继续深挖世界模型加闭环强化学习的架构的潜能，在技术上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点到点全域领航辅助 ，ES9 保持了选道准、控车稳、博弈强的强劲表现，在空间理解上更进一步，在超载路式错车或者在机飞混行的复杂场景下通行，表现都从容笃定，避让和绕行的反应也是更加的迅速，动作更拟人。新的版本在算法上重构了建模方式，让模型直接去学习方向盘与加减速的踏板的操控，从以前的轨迹输出升级到直接做方向角度和加减速的信号输出，从而让控车体验做到细腻精准。这一次我们 ES9 新的世界模型的版本新增了应对潮汐车道可变超道的能力，在选道准确性上再次提升，支持实时识别天空牌通行方向，跟随对应车道行驶。这次我们还邀请了我们媒体内自驾最严考官啊，电动知识的大宇老师到杭州实地测试，我们来看一看 ES9 的表现。左一可变车道是掉头不能走，第2车道才是左转。我现在手动进左一的掉头车道啊，开启系统，我们看看怎么办。他往右打了，他往右打了。我的这个导航是要左转的，他没有听我的，因为我整个车头是已经进入到了掉头车道，但是他又往右打了一个。
接下来我继续直行，注意看导航推荐的车道，3条车道都可以直行。但是刚才我发现了一点，就是2车道现在是左转车道，2车道是左转车道，但因为我要直行，所以我要错误的把车开到2车道来开启系统。如果它不认识天空牌，它不会变道，它依然会按照导航的推荐走2车道，对不对？好，我们现在往前走，基本上在我的视线内已经可以看到天空牌了。导航推荐3条车道都可以走，导航车道机导航认为这条车道也可以走。我打开系统，我们看一下它是不是会走这条车道。它没有走，它变到了中间车道，这条车道才是直行的。所以未来的这套系统是认识天空牌的。从高架的位置下来的导航是要求直行的，我看他怎么选道，看他怎么走，他往左并了一根，没错啊，这条车道是直行的，是没有错的。上面下来的话，它也是 OK 的。这2条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这边的3条车道是不可以的。我们看一下它过去之后会怎么走。导航其实是让它走右边的，不让它走这条车道，因为导航不知道这条车道的属性是什么。看它怎么走，精准的把整个潮汐的信息加载出来了，而且它是敢走左边的。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大家都懂啊，谢谢。大家可以看出来，在没有高精地图或者 SD Pro 信息的情况下 ，ES9 完全依靠感知和模型的算法，实现了非常复杂的潮汐可变车道的通行。啊，面对我们大宇老师设的陷阱啊，我们 ES9 都走对了。另外，大家看那个视频啊，也能够感受到啊，我们 ES9 标配这个线控转向，在辅助驾驶的情况下，确实更加的优雅。这一次高速领航辅助呢，也是做了优化，我们推出来了2种模式的选择，仅导航变道和自主变道2种方式。简单来讲，就满足用户积极或者稳健这2种驾驶风格的选择。ES9 也拥有行业唯一的领航换电功能，这是真正的无感补能体验，全程自主进出换电站与园区，满电补给，无忧前行。这一次我们 ES9 的智能泊车辅助还推出来了一个偏移侧的功能，因为这个车确实大啊。选中车位后，它可以根据环境情况选择偏左偏右停车，方便自己也方便别人。随心自行也拓展了功能边界，支持停车场任意位置启动，自主过闸机，爬坡出库，衔接园区漫游和城区领航辅助，一键启动，随心出发，自驾旗舰，安心高效制作。 ES9 实现更轻松、更安全的智能辅助驾驶体验，解放精力，减少事故。ES9 是安全旗舰，标杆进化之作，每一点安全提升都值得全力以赴。ES9 的超级堡垒车身采用6纵11横8竖的笼式结构，铝合金与超高强度的钢的占比达到 91%， 标配12个安全气囊，总体积达到了525升。2排配备远端中央气囊，体积超大，同级首发，碰撞传感器的数量也是同级最多。首创智能约束系统，根据乘客的体型和碰撞的工况定制最佳的防护策略。ES9 采用超越全球5星安全标准设计，为了检验它的真实实力，
我们在央视顶级实验室专栏的见证下，进行了行业最苛刻的3次4项连环1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碰撞测试。让我们来看一下碰撞的实况。实验室人员请注意，请远离发车轨道。你好，我们这边是未来紧急救援中心，后台监测到您的车辆发生碰撞了，请问车内人员有受伤吗？昨天呢，其实 ES9 已经相当于开了一场发布会啊。央视新闻用了2个小时直播了我们 ES9 的全方位的安全的这个表现。这个视频是针对3次4项超高速连环碰撞这样的极端的严苛场景 ，ES9 保持了全员舱、成员舱无侵入、气囊有效点爆、电池无热失控、救援无障碍的满分表现，挑战成功。ES9 提供行业最高标准的零重力座椅安全，配备了8重的防护措施，融合感知预判，在碰撞发生前 0.7秒回正座椅，避免人体失位带来的伤害。这一次我们也专门安排了一次碰撞的公抗，测试在碰撞不可避免发生的时候，零重力座椅的主动回位功能。昨天的这个直播啊，已经是央视的记者呢是上车亲自参与了这个测试。我们再来回看一下这个视频。我们本次预碰撞座椅回位测试是模拟当 ES9 发生不可避免的碰撞时，乘客处在大角度的坐姿的情况下，因为有一个前向的一个加速度，它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坐姿。而我们未来的预碰撞座椅主动回位的系统，它在0.7秒内回20度，回到我们一个正常的坐姿，就会避免安全带勒到我们颈部的问题。可以降低颈部伤害至59%。这个说明一下，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呢，刚刚那个视频呢是个慢速播放，因为那个0.7秒其实是非常快的，不到1秒。
主被动8重防护 ，ES9 的座椅是当前最安全的零重力座椅。不过，虽然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保护功能，还是要提醒大家，大角度的躺姿不要在行车状态下使用。通过智能系统与架构创新，未来打造了更多主被动融合的智慧安全，大幅提高安全上限。ES9 拥有模型化智能安全辅助系统，做到全向、全速域、全场景的安全守护，已经主动避免或减轻570多万次碰撞。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主动安全系统在夜间的表现。可以看得出来 ，ES9 在夜间的主动安全表现非常出色。在碰撞不可避免的时候 ，ES9 还有很特别的能力，可以在0.7秒内将车身升起50毫米，用最坚硬的防撞梁去抵御碰撞，有效降低伤害。我们也来看一段实车的演示。这些都代表了智能安全的最高水平。ES9 的高速爆胎安全控制，在非常极限的冰雪低附着力路面上，单侧前后双轮爆胎，仍然能够稳定操控。这个我给大家已经做过实测了，完全可以放心这个 CEO 亲测的ES9 的神迹安全影像全面提升行车安全性，覆盖城市、户外、行车、驻车等多种场景，视野无盲区。智能曝光技术，水汽与雾气消除让画面更清晰。AI 防眩光让夜间行车更安全。照明
对于夜间行车安全至关重要。未来一直都是坚持智能大灯这样一些核心技术全站自研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安全很重要的一部分。ES9 的5颗高性能光学模组智能协同，具备更强的光源输出，更精准的分区控制，远光灯的照射距离最远可达600米。智能高清投影大灯基于超强的感知能力，可以做到厘米级的精准控光。ES9 行业首发超宽广的探照光毯，行业最广、最亮。行业首发 S 型的领航光毯，在自驾时表达变道的意图，提醒道路车辆。追光示警功能可以为用户识别并标记出黑夜路上的行人。对两轮车也可以识别示警，即使在雾中像图上的这样雾中，也能够提前50米识别。ES9 具备旗舰级的7重冗余，是全体系、全场景的功能安全基石。这个冗余安全有非常多的作用，比如说，未来 ES9 的车门支持3重解锁机制和3重冗余设计，在碰撞后保障车门有效解锁弹出。安全旗舰标杆净化之作 ES9 具备超级堡垒安全车身，标配12个气囊，行业最安全的零重力座椅，主被动一体的智慧安全，旗舰级的7重冗余，进一步提升了安全上限。ES9 驾乘旗舰技术巅峰之作，将开启行政旗舰 SUV 驾乘体验的全新时代。ES9 搭载最新一代全域900伏高压架构和高性能双电机，峰值功率520千瓦，峰值扭矩700牛米，100公里加速仅 4.3秒。搭载自研高性能6活塞定前，从100公里时速到0，最短制动距离 35.3 米。全系搭载102度电池 ，C2TC 续航620公里。作为体量极大的纯电 SUV，ES9 100公里的能耗仅需 17.4 度电，同级领先。ES9 标配的线控转向技术，是国内率先量产交付的线控转向系统。其实我们做了很多技术领先一代，但是还最先量产这样的事情。经过1年的市场检验，使用体验和可靠性得到了广大用户的认可。标配后轮转向，转弯半径仅5.4米。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次由 ES9 和萤火虫联袂上演的一段冰上共舞。
ES9 肯定是驾控最灵活的全尺寸 SUV， 没有之一。ES9 采用全铝底盘，搭载智能空气弹簧和碳纤维衬套组，带来顶级的隔绝的质感。最近也有不少朋友问我说 ES9 这个天行底盘和神行尊享底盘应该怎么选？那我想说是这个完全看你自己喜欢，因为两个底盘都非常好啊。我们用 ES9 行政豪华版，也就是我们的神行尊享底盘呢，与两款行业的旗舰 SUV 进行了乘坐舒适性的对比测试。这个表格里的 A 售价是超过50万 ，B 售价超过100万。在9项的科目中呢，我们神行尊享底盘有8项是位居第一，有1项是第二，远超行业一流水平。很多媒体朋友在体验我们神行尊享版的这个行政豪华版以后呢，也是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那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它的这个空簧和 CDC 调教非常的棒，过井盖、减速带啊，坑洼路面的时候，震动过滤的比较柔和，这种细碎颠簸处理的很平顺。在这样的一个快速通过的这个路段里面，它的整体的车身姿态保持的还真的算是很好的。对于小的颠簸、尖锐的这种路面激励，它所化解的那种化骨绵掌的感觉吧，也是非常之优秀的。这台 ES9 呢，它是一个对后排非常友好的车型。我坐在中排的时候，带有一点点隔绝的那种飞毯的感觉，跟前排是非常相近的。就它的第3排的舒适度跟第2排很接近了。真要是满载出去自驾游，整体6个座位都挺舒服的。我可以告诉大家，这部车底盘的高级感依然是非常鲜明的，整个车的质感、飞毯的感觉，但是它没有传感。无论是土路、碎石路、沙丘，包括说涉水路段，这样能够一路接坦途，这感觉真的非常非常哇塞。在所有的9系里面，只要它是非主动悬架，我可以断定它的行驶质感绝对是在第1、第2的位置。谢谢媒体老师的中肯评价。优异的底盘表现来自于旗舰级的硬件配置，更来自于底盘的调教的功力。未来自研 VMC 运动管理系统，车云一体，智能控制底盘所有的执行器，能够持续迭代底盘的体验。首发智能地形模式，包括沙地模式、智能扭矩分配、沙漠行驶不打滑；戈壁模式，在碎石烂路不晃不颠，行驶舒适；冰雪湿滑模式，恶劣路面也能够稳稳制动，安全性能大大提升；涉水模式，810毫米超高安全涉水，专有的水深探测传感器和智能涉水影像，行驶更加安心。让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开始。我们的工程师很有巧思啊，书法也很好。ES9 的全地形信息显示系统，实时掌握车辆状况与报警的提示，智能路径回溯，没有导航也能记录20公里的路线。限高的场景时，可以识别限高并预警，调节悬架帮助通过。1.8米的限高也可以通行，因为我们 ES9 是1.87米降这个7厘米，正好1.8米的限高也可以通行。驾乘顶流，唯有天行。作为行政旗舰
ES9为追求更极致驾乘体验的用户提供了全球唯一量产的电液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天行。3年前呢，我们通过香槟塔挑战3年前给大家演示了天行全主动悬架的革命性体验。3年来，我们是从3层到6层，从固定减速带到随机减速带，从直线到 S 弯，从干燥路面到冰雪路面。总之，这个难度是不断提升。天行底盘呢，都一如既往的从容稳定，都 hold 住了。阳光来了 ，OK， let's try。10年前，我们就在研究全主动悬架的技术。我们选择跳过400、800伏分体式，直接采用更领先的48伏集成式的技术方案。48伏集成式的方案，成本确实更高，量产难度也更大，但是更安全，用户体验受益更大。我们决定坚决投入这项技术，将这项10几年都难以量产的技术量产上车。与400、800伏分体式的方案相比，48伏集成式是领先一代的技术。今天要给大家做一下技术的讲解。首先呢，48伏是行业公认的最新一代电子电器架构的电压标准。今天特斯拉的 Cybertruck、蔚来 ET9 和 ES9 这样极少数最先进的智能电动汽车已经开始在使用。蔚来在 ET9 上率先量产了48伏的供电系统，虽然增加了一些成本，但是收益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安全收益。48伏配电架构，它能够支持整车双路供电冗余安全。ES9 就采用了这个架构，同时通过48伏给全主动悬架供电，能够让轮边电压更加安全。除了48伏电压架构的优势，天行全主动悬架的另一个优势就是它是集成式的。集成式全主动悬架与分体式技术方案相比更加先进，领先一代。它更敏捷、更精准、更节能、更安静、更全面。集成式的全主动悬架的技术方案相比分体式，减少了95%的连接管路，从而让工作时延缩短了67%，才能够实时化解路面传递给车身的颠簸震动。这样的敏捷响应能力带来了远超分体式全主动悬架的舒适体验。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这样的集成式全主动悬架方案对路面激励的控制不超过6毫秒，控制更加精准。集成式全主动悬架的工作单元紧凑小巧，人端的布置是远离乘员舱，工作噪音更低，不会影响座舱的静谧氛围。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力学传递路径更加高效，相比分体式的功耗更低，具备高达8000瓦的瞬时峰值能量回收能力，是最适合纯电产品的主动悬架技术方案，或者说纯电就应该选择集成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因为先天的架构优势，相比分体式有更广泛的场景适应性。不管是每天的路面颠簸过减速带，还是时常碰到的破损补块路、修路的钢板，甚至偶尔的碎石与戈壁等非铺装路面，集成式全主动悬架都具备更好的舒适性。对于一般的现车场景，也能够弹跳脱困，从容应对。前面我跟施展教授就经历了一次，大家也看到了。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量产来之不易，克服了远超大家想象的困难。我们的合作伙伴 ClearMotion 从09年创业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数亿美金。2016年我第一次拜访他们，当时就探讨合作的可能性。2021年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决定和他们一起把这项技术投入量产。为此呢，我们是对他们进行了投资，同时投入了几百位工程师，历时5年深度参与，共同研发，在供应链、制造、质量等方面深度合作，全面赋能。在底盘、智能硬件、整车操作系统、运动控制软件、底盘调教、自驾与座舱软件、集成测试各个领域进行融合突破，终于在去年的 ET9 上成功量产交付用户，在今年 ES9 上全面应用。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虽然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是领先一代的技术，但今天我们已经让它成为了非常可靠的量产产品。这边我也给我们合作伙伴打个广告，欢迎更多的高端品牌使用我们合作伙伴的方案。谢谢。接下来我就要请出第4位产品体验官，享誉全球20年、阅车无数的资深汽车品鉴人、前 Top Gear 的主持人哈蒙德先生，让他来深度体验 ES9 的天行底盘。Hello, I'm Richard Hammond, and I review cars for a living, which is just as well because NIO have invited me to review ES9, and there is one. If you think I've started my serious investigation by going mad, I haven't, but I have started, because what I'm actually doing with the car right now is exploring one of the technical secrets behind NIO's claims for it. This is serious work I'm doing. Yeah, this is odd. As a car reviewer, normally I would climb straight into the front seat, but today, no. I'm sitting in the back to start with because this car is claimed to be all about luxury. But what is luxury? It's space. Yeah, definitely. I've just walked into a large building and sat down. Speaking of sitting down, luxury is all about just being looked after and cosseted. I'm told, actually, this seat folds completely flat, at which point it's 2.3 meters long. It seems kind of waste of me, but handy if you're a basketball player. Let's talk suspension. So fully active hydraulic suspension. It's a pretty new thing because it's about speeds, but for this they wanted it to be faster because they're after comfort. It needs to make minute adjustments many times a second. So they mounted instead 4 smaller pumps, 1 at each wheel, which means it can react more quickly. It's a 48-volt system, so it has the electrical power to do that. And as a result,
this is a sort of new area. We've been going over bridges. I actually didn't notice. Driver turned around and said, yeah, we've just done that bridge. Like a hump. I didn't even feel it because the car keeps itself level. But I think the only way I'm going to really know what this is doing is to have a drive myself. Right, so I'm going to have my first drive of it. I'll put it in drive, and then I just pull away. Whoa! That's a lot of car moving very fast. But it sets off. There's no, it just moves away. This is where fully active suspension just changes everything. We're into some curves now. This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to feel, yeah, you're not aware of a, normally you can feel a big heavy car pushing laterally on its tyres, wanting to go that way and leaning out. From the steering wheel, the driving experience becomes graceful. 100 years or more, cars just sat on springs and were just moving around freely. Suddenly now cars take control of their own body and the attitude of it.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about it. So it's smoothing. There, I felt it then. As you come off the bump, it's pushing down just a little bit to level it out, going over lumpy tarmac and potholes. Yeah, that's incredible. Oh, this is like concrete roads with expansion seals. I dread these roads. Again, I can hear it, but do you know what? It's like listening to the car next door going over them. I can feel it over these really big ones. Yeah. Just a little bit. It's getting used to the fact that the body is effectively flying over the wheels. And the wheels are very, very quickly. On a big lump, they've got more time to say, all right, we're going up. Okay, well, we'll compensate. We'll smooth that out by controlling the body. If you've ever filmed something on one of those miniature cameras and put image stabilization on, so the image might be like that, and then and it smooths it all out. That's what this does. This is where the fact that the hydraulic pumps are located at the wheels rather than in the center means they can react quick, because they're right at the source of where they're needed. And that's why it can do that very quick motion. So it's ironing that Belgian Pavé flat. I've driven other cars with fully active suspension, and there's a sense almost of the body is floating over the wheels. This feels more connected. This feels more like the car and wheels are still one. I've driven, as you know, a lot of cars. But it's kind of a new generation, isn't it? Things are going to change. The fully adaptive suspension system on this car means control. And that's a form of luxury. As the driver, well, we wouldn't talk about the handling characteristics of an SUV, but because it's in control of its body, you're in control of it. And in sport mode, it's startling. But then, in the rear seat, it softens the jagged edges of the world outside, makes sharp, small bumps into gentle, graceful rolling hills. That really is luxury. So I'd say, yes, it can do all of those jobs, but it can do something more. It's unique. It's in a class of its own. It's a new thing. 谢谢哈蒙德先生的精彩分享。正如他所说 ，ES9 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拥有中国首个量产交付的线控转向，领先一代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及顶尖技术大成 ，ES9 驾乘旗舰，技术巅峰之作。接下来呢，邀请上的这位首席体验官，大家都非常熟悉。今天上午我们也官宣了，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体验。哎呀，大姚，大家好 ，CEO 上班了啊，这是首席体验官上班了。好久没打球了，好久没打球，咱们今天属于一个10年来打的第2次球。哎，放里边可以竖着放球包，挺方便的。没见过竖着放的，我以前怎么也得斜着放。以前都是斜着放，而且我第3排椅子啥还得第3排椅子放下来，都没动，挺好是吧？不费劲儿。哦，你这二郎腿翘的可以的，这样，这个整个展开以后是2.3米，正好比你还跟你留了几厘米。这就像什么呢？家里买床，一定是按你实际身高再增加一些，我觉得就是很轻松，一步
抓一下就快了，不需要那么狗的啊。斌哥，你可能是考虑别人的奢侈感，奢侈感，所以把我的舒适感正好做到了。哎 ，Nomi， 把我的靠背往下再调30度，我还真调了。可以调，可以看一下换电池吧。这个，看换电池，这个一个。走，看换电池去。我们走吧。你看这个地方，你可以感觉一下整个的滤震，有点像这个以前坐那个密皮火车啊，或者说现在变成高铁了。对。但是呢，就是说你铁轨中间咔嗒一下总是有，对。但是呢又不那么明显。斌哥，你们有多少换电站？3800多座换电站，全国3800多。他就自己倒进去啊，所以现在它不是有车载的这个支架系统的？对，现在是站控车，专门有个词叫未来蹲，大家都蹲在那看着底下到底是怎么换。关键是不需要下车呀，全自动了。这有点科幻。斌哥，我想体验一下你们的智驾。要享用这个领航辅助啊，你还先完成一个新手考试，好。学习，对，然后你观看视频。现在你完成考试了。我们未来世界模型的辅助驾驶，就是有点像平行世界，比较像一个老司机吧的感觉。这个它会减速，是吧？你不用管它，这都不用管，这些都完全不用管，这些都完全都可以信任它。接受一个新的东西总是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过程。汽车刚出现的时候说你会把马吓着的，后来说对马车没了。这个你看它这种十字路口的交汇，该让该走，你看不等这个大公交走了。让我想起第一次坐飞机，都说飞机比车安全，对，但是毕竟是第一次飞上去，有一点点小的颠簸，你就会心里很紧张。这第一次体验自驾，对不对？所有车里面第一次体验自驾，你感觉怎么样？老实说，一开始有些忐忑，一开始就是说，实事求是说，慢慢的有一个放松的过程，试了半天，终于到球场了，开打，终于可以练一下球了。哇，好球！哇，好球！哦 ，ES9 的 CEO 当第一天，总体体验感觉怎么样？很惊艳，很惊艳。第一印象嘛，肯定因为我的身高的关系，所以我去哪儿首先关心的都是空间。空间，从上车，从坐下，就想感觉到我边界在什么地方。Nomi 可以去帮你去，让管家室给你服务。管家室。那么后边呢，就是我们去了换电站。这个给我感觉就是一个科技大片的感觉，感觉自己身在一部科幻片里啊。有科幻感啊，科幻感，给很多人创造了很多的便利吧。我觉得，对今天的这个智驾，对我来说就是有点像第一次上飞机的感觉啊，手不敢离开方向盘，到后边慢慢放松了。但是眼睛也不敢离开前面。对，你这个是对的啊。ES9这个 CEO 啊，大姚的第一天这个体验报告啊，到时候我要找你要了。还有一个，我们也接着练球，好吧？好的，争取再多打几场啊。谢谢大姚，很生动地分享了他体验 ES9的真实感受，还要特别谢谢他给了我这么多年第一次打高尔夫的机会啊！今年年初呢，我们与许知远老师的13邀栏目开启了合作，姚明是新一季的第一位嘉宾。这次栏目的对话，让我们认识到他不仅仅是一位篮球巨星，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格局与思想，与 ES9 的气质与精神是非常的吻合。我们当时就特别希望他能成为 ES9 的用户和首席体验官。姚明也很多年他没有参与这一类的活动啊，我们刚联系他的时候，他是非常谨慎的，他对未来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让我们来听一听他眼中的未来。经常被问，高处看到的风景是不是很不一样？其实长得高的人，摔起来也比较疼。关
关注蔚来很久了，除了高光的时刻，更多的是在看摔倒后怎么爬起来。始于勇气，成于行动。认准一件事儿，哪怕全世界都说太难、太慢、太苦，但还是一点点的干。经历过高光，也走了弯路。当初种下的种子，长出了强壮的枝芽。没有变的是敢想有为。很多人问我，你怎么看车？车和人一样，主要看它的底色。这种底色不是一下子堆出来的，是一点点长出来的。在 ES9 身上，我能看到未来的底色。敢想有为，这是与生俱来的基因，是把所有来时的路、流过的汗、踩过的坑、攒下的本事，都放进了这台车里。大家好，我是姚明。天地纵览，蔚来 ES9。敢想有为，一起家电，让我们一起欢迎姚明。你好，大姚，你好。你好。再次让我们热烈的欢迎大姚。谢谢。各位线上线下的蔚来社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首席体验官姚明，感谢大家。首席体验官角色进入的非常快啊！今天上午我们官宣了以后，蔚来社区的朋友们都非常期待你的到来。谢谢大家对我的这个厚爱吧。今天我主要来给大家做一下这个首席体验官的一个述职报告。述职报告，那你先说说你的体验怎么样？感触非常深了。这个因为我的体型的关系，我走进任何一个空间，包括车，首先关心的肯定是空间，非常惊艳的一点是，居然没有改装，我直接就坐进去。我还特地问您是有没有改装过？不需要改装，真没做过改装。所以这是我非常，给我来说有点反直觉的一种感觉。因为过去我也坐过很多车，确实这个是我第一个担心的地方吧，确实给我一个很舒适的感觉。第一个是空间啊，那应该大姚应该是全世界最有资格评价一辆车空间表现的人。他说大，那是真的大。第二个肯定就是它的蓄电问题。那么大的车，耗电一定很大。对，它这个换电需要多少时间呢？3分钟。斌哥带我体验了一下，3分钟。对，而且全程没有下车，全程没有下车，全程是自动控制，给我感觉一种走进了科幻大片的感觉。科幻大片啊，特别喜欢这个词。对。第三个就是智能辅助驾驶。辅助驾驶，这是一个我第一次尝试的这个人车共驾的一种体验吧。一开始确实有点忐忑，非常忐忑。一开始有点忐忑，他做了个考试啊，我们后边慢慢的才适应了，也让我想到了第一次坐飞机的这种感觉吧。也过去都是坐铁路啊，坐车啊，突然说要坐飞机啊，非常期待。非常期待，但同时呢也非常紧张，也有点紧张。特别是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点小的颠簸，都会把手抓得非常非常紧。但是慢慢的也就习惯了，也享受它的舒适感。我觉得大姚这几个比喻都特别的贴切啊！就第一次坐飞机，确实是这个感觉。那你已经是我们预定车主了啊，一会就锁单了。有没有确定配置？选了什么颜色？我比较喜欢
黑色，所以我这次选了一个极夜黑。极夜黑啊，确实。内饰呢，我选择的是浅沙白。啊，浅沙白，这个很高级的氛围啊，很温馨也。很温馨，很温馨。签名版是吧？签名版的啊，签名版啊。说到签名版，明哥，你要给我签个名。我看很多的我们在座的这个车主都请你签名。签什么？你要我签什么？签一个，我看大家都让你签。感想有为啊，感想有为啊，感想有为呢，确实是我们很多未来的朋友买我们车，很多时候就喜欢我们这个感想有为的这个口号。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口号，特别喜欢感想有为。每次听到这个口号了，我就想到了大航海时代，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段历史。也喜欢这个游戏吧？就想起这些在海面上的船长们和他们的船。我觉得每一辆车和他的车主，都是一个这样的船和他的船长，去寻找自己的新大陆，甚至驶向星辰大海。特别感谢大姚对我们的认可和肯定，我们也继续努力。再次感谢大姚今天来到现场，也非常感谢斌哥的邀请，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这儿一起参加这样的 ES9 的发布会。我也想邀请你，有时间的话，等你忙完以后，一起去 CBA 看一场总决赛。CBA 总决赛已经开打了，昨天那没问题，我忙完了就去。好，再次谢谢大姚，好，谢谢。好，谢谢啊，谢谢。今天晚上订单多一些，我就去看 CBA 总决赛了。天地纵览，科技行政旗舰 SUV 蔚来 ES9， 开创了智能电动行政旗舰 SUV 的全新品类，是蔚来11年体系创新的集大成之作，是行政旗舰 SUV 的全新标杆。Silence under open skies. Light moves slowly across the land. No beginning, no final line. Only distance breathing softly. Wind runs cold along the stone. Shadows drift from hill to hill. The horizon changes shape, but never disappears. Far beyond the moving clouds, day and night exchange their colors. Every road becomes a rhythm, every shadow turns to love. We don't run beyond the sky, we move with the line of the world. No beginning, no ending, only horizons changing shape. We don't rise above the world, we belong beside the light, side by side, breath by breath, keeping pace with the
蔚来 ES9 设计旗舰，原创引领之作，气宇轩昂，自信从容，天地入怀，气象万千，为引领而生，为新的时代而来。空间旗舰，自由开阔之作，同级最大乘坐空间，6人13厢无压力，座座都是 MVP、MPV 请忘记。舒享旗舰，专属中层之作，以创新技术为个人舒享、社交会客、移动办公营造全场景专属中层。声学旗舰，匠心沉浸之作，九霄天琴928陈建生系统，行业顶尖 NVH 表现，树立声学体验全新标杆。智能旗舰，引领时代之作，领先数字架构，神机9031自驾芯片，天书操作系统，有心有魂，领先一代。自驾旗舰，安心高效之作，全向全天候感知能力，领先未来世界模型，实现更轻松安全的智能辅助驾驶体验。安全旗舰，标杆进化之作，82项全方位碰撞验证，12个安全气囊，行业最安全的零重力座椅，领先的主被动一体的智慧与冗余安全，进一步提升安全上限。驾乘旗舰，技术巅峰之作，全球唯一量产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线控转向，智能地形模式，陪伴热爱探索的用户一起远行，天地纵览。接下来我们将公布 ES9 的售价，再次播报一下，还有不到10分钟。现在预定支付5000预定金，可抵扣1万购车款，9点半预定截止，正式锁单。ES9 全系标配258项高价值配置，带来顶级的行政旗舰体验。7种车身颜色，每一种颜色的灵感都来自美丽的天空。地平线特别版还拥有2种融汇天地之美的专属车身主题，分别是环宇橙灰、环宇星河。可选玄金套装，包括玄金车身镀铬件、车灯饰件和车标，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的乌金釉。所有选择玄金套装的用户都将获赠曙光金自动卡钳。ES9 提供6种轮穿造型供大家选择，每一种都非常的漂亮。4种内饰主题，每一种主题的灵感都来自于广袤的大地。ES9 一共有3个版型，行政豪华版、行政签名版，还有地平线特别版。每种版型都能够选2种座椅布局。ES9 行政豪华版，标配即顶配，520千瓦900伏双电区，102度的电池，综合工况续航620公里，线控转向、后轮转向，超大行程的双腔空悬，外置阀 CDC， 21英寸多副锐影轮穿，神机 NS9031自驾芯片，31个高性能感知硬件，216升超大感应式电动前备舱，全立面无葛柔纳帕真皮搭配风影真木，16点座椅按摩，蓝宝石全焦段 AR HUD， 超轻流媒体后视镜，8.8升电动开合智能冰箱， UWB 陶瓷钥匙都是标配。谢谢，还有很多配置没念完。2个2排16英寸 Neuralink 专属行政屏，智能感应电动门，超宽电动迎宾踏板，九霄天琴928陈建生系统，光阶金钻智能高清投影大灯，飞行零重力行政座椅，通道布局专属的2排双侧行政桌案，中岛布局专属的智能行政中岛，20点机械式足底按摩，以上价值超过13万5千元的高价值配置。ES9 行政豪华版同样全部标配，整车购买49.8万元起，
电池租用方式购买39万元起。ES9 行政签名版配备全球唯一量产的天行48伏集成式全主动悬架，双神机 NS9031 自驾芯片，阵列式 LC 智能隐私调光车窗，22英寸多副光辉轮圈 Nomi Mate 3.0 22点深度按摩，以上总价值超过10万9千元的超值尊享配置。ES9 行政签名版全部标配，整车购买55.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式购买45万元起。ES9 地平线特别版在拥有行政签名版全部尊享配置的同时，还享有一系列的专属中层设计，包括2种专属双色车身主题、河山锦绣主题刺绣、22英寸锻造揽月轮圈、天晴钻石高音、专属设计套装、专属奢享附件套装，以上价值10万6千500元的专属内外饰设计以及尊享的升级配置，在 ES9 地平线特别版上全部标配，整车购买62.8万元起，电池租用方式购买52万元起。给大家总结一下 ，ES9 一共3个版型：行政豪华版、行政签名版、地平线特别版。核心的配置和价格信息如屏幕显示，请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选购。此处欢迎大家拍照。ES9 的首任车主将获得5年免费全域领航辅助 NOP Plus 使用权，6年免费车联网服务，6年或15万公里整车质保，10年不限里程3电质保和终身免费倒流救援。我们为现有用户准备了专属复购权益 ，ES8 创始版的首任车主复购 ES9， 每人可享1万元专属换新礼金券；非 ES8 创始版首任车主复购 ES9， 每人可享6000元专属换新礼金券；乐道、萤火虫首任车主复购 ES9， 每人可享2万积分红包。7月31日前锁单，免费赠送价值3500元的飞航行政5件套，以及价值2000元的 ES9 专属提车礼盒，包含羊毛毯、羊毛软托和真丝眼罩。我们在上周呢，也是提前公布了 ES9 用户专属的零首付无免2的金融方案，供大家选择。5月28日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蔚来 ES9 的中岛版将在全国开启交付，通道版的车型呢，交付时间要稍晚一些，预计从7月中旬开启交付。我们将大致按照各车型版本的锁单顺序匹配生产交付。目前来看，签名版的等车时间会长一些，豪华版的提车会相对快一些。传统的等车积分会给大家安排上，距离9点半正式锁单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现在抓紧支付5000元预定金，还可以抵扣1万元的购车款，请大家抓紧下定。9点半，马上啊，就是马上，我们将在蔚来 APP 和小程序同步开启锁单。今天的 ES9 上市发布会就到此结束，天地纵览，一起家电，感谢大家的支持，祝大家晚安，再见。